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文。好花俏。好，不过很多同学都告诉查出你我们，每回都说好花俏，能不能换一个词？我的词汇很贫乏。我觉得很多同学都很喜欢我们念大叔中文，为什么我不晓得耶？就是明明是一个很对，就是大家是喜欢这种不统一的美感，还是怎么样？对，我觉得变成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哦。嗯，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盲盒问题，永远聊不完的盲盒问题。不过大家真的很喜欢哦。好，那我们这一期呢，由灿叔来发问好了。哦，我来发问哈，换灿叔了嘛？好，来，灿叔来想一下。那我先来个严肃的吧。然后听说笨叔的问题很肤浅，那我先来个严肃的。我们来肤浅的一集，非常俗的问题。这集就是越俗越好，越肤浅越好，我喜欢。那我先来深刻的，你们可以蜻蜓点水一般过去啊。就是其实我们人生从现在到40-50岁了嘛，啊，总会看过或者听过一些故事，对不对？其实这些故事可能对你的人生其实产生了一些影响，不管你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呀，或者一些想法、世界观的感情观等等，可能都有。我就想问一下，对你而言，哪个故事对你印象最深刻，对你的一些想法都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影响？有没有这么一个故事？好难啊，很难的嘞。就是这个那个听的当下肯定会觉得对我有影响，但是过去了之后就好像忘记了，突然让想，对，就可能让最后讲故事的茶叔先开始。不是，就是很多故事略过哦，但是你说它是对你影响最深的，好像也不至于，对不对？不至于。那就说你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吧，从小到大，因为最影响最深未必，但是有时候喜欢的东西它会深入你的骨髓。比如说我很喜欢《水浒传》的话，一些这种兄弟义气的东西，它会慢慢渗入你的骨髓。你交朋友啊等等，你会比较在乎这些东西，对吧？比如说我很喜欢《红楼梦》的话，我可能会这种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在乎，我会比较在乎女孩子的心理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就说你喜欢的这么一个故事，可能是哪一个对你其实造成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用想很严肃的影响。我真的想不到，我就是糊弄过去吧。你刚才不说蜻蜓点水的过去吗？可以啊，可以啊。一个最俗、最俗的故事，就是桌子上放着半杯水。啊，这可以啊。然后桌子放着半杯水是什么故事？你看，然后就是怎么角度？一个人，有一个人看这半杯水，说：“哎呀，杯子里只剩半杯水了。”就是很消极。然后另一个人说：“哎，杯子里还剩半杯水，就很乐观。”所以就是说，应该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看事情不要就是预设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对，这个道理是没有错。那我想问你，你是哪一个人？我啊，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人？我是只剩半杯水了。所以这个就是道理你就懂了，但是对你没有意义嘛？我说是。对呀，所以这个故事对我重要啊，所以我要说我应该做另外那种人啊，觉得还有半杯水。确实是很蜻蜓点水啊。对啊，不然我就讲愚公移山了嘛。我觉得更可以讲《爱丽丝梦游仙境》啊。这个对你有什么影响吗？这个故事没有影响。就是不要随便钻到洞里面。对，我想到一个故事，不过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把它讲得很完整了啊？可以，我们这一集就听你讲故事了的故事吗？不是。就是古时候有一位国王啊，他有一位国师，他叫兀达国师，他是国师，常常给国王很睿智的谏言，他的修行也很深，修养也很高。有一次有一个和尚来皇宫进贡，那这个和尚呢就进贡了一个这个礼物给国王，那国王一打开发现里面是一块品质不高的玉而已，
然后悟达国师就很轻蔑的说，啊，这么一块玉想要奉献给我的国王，他就起了轻蔑之心，觉得这个礼物不够贵重，怎么可以献给我们的国王呢？好，这个故事到这儿呢，这个悟达国师的这一世就结束了，他这一生已经结束了。悟达国师投胎之后，他出生了之后，他的大腿上面有一个，他一出生，他的大腿上就出现一个人面的疮，对，人脸的疮，这个人脸脸一样很大的，在他一出生就跟着他，在他的大腿上面。那悟达国师是个修行的高僧，但是他投胎转世之后，竟然会长了一个人面疮在他的大腿上。那悟达国师在下一世也很努力修行，成为了一位高僧，但是呢，他这个人面疮一直给他人生很大的痛苦，不断的疼痛，不断的流脓。那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努力的修行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存在，所以有一天他就遇到了佛陀，他问佛陀为什么，佛陀看了看他的人面疮，点点头说，这一切都是因果，因为你上一世的时候你轻慢，你轻蔑了别人，所以你这一世就给你处罚，你上面的人面疮那个人面正好就是你上一世轻蔑的那个和尚的人脸，所以你这一世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因果循环的处罚。就算你是得道的高僧你还是会在这个因果轮回下得到这样的报应。然后这一世的悟达国师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身上有那个疮，让他痛苦一生的疮，所以他就更加的警惕自己说，我再也不要去随便的轻视别人，不要随便去轻慢别人。然后佛陀跟他说，你必须保持这样的心态，12世这个人面疮才会消失。所以你这个痛苦会跟着你12世。所以这个故事就会让我觉得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常常去轻视一个人，或者觉得这个人不够好，这个人配不上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常常会起那种心。所以我常常会告诉自己说，有时候尽量的去一视同仁就像我现在做这个自媒体嘛，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能够在什么视频上收费的话，那我不是赚更多钱吗？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我的想法就是，既然是帮助大家，就不要说有钱的人可以上到我的课，没有钱的人就别想上我的课。所以我现在做我自媒体的心态就是这样，就是说尽量一视同仁，不要去好像看到谁可能没有钱上课，我就去轻视他，谁晓得他会不会在未来是很有成就的人。对，所以有时候想到这个故事，就会觉得说，我们做人有时候就是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去随便看到可能穷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你就看不起他或怎么样。对，所以这个故事，这个是佛经故事了，我印象还蛮深的。应该是，对，好无聊的故事。不无聊，这种因果循环的东西，其实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都有了。我觉得肯定是对你这个人生观是有些影响的。会不会大家就是比如说我想到中国，就是觉得会治安会好一些，会不会就是我们听很多佛经的故事都会想到因果报应啊，或者是这个karma对，我觉得会有啊，就会管理自己的言行。就感觉或者在这面的话，感觉就是中国移民很多，但是感觉就是没有特别多闹事的犯罪的治安的这种我们会就是尽量去积德吧，去注意自己的中国人还有可能我们还有那个我们还有18层地狱的概念，可能就会觉得我如果乱嚼舌根，乱说别人坏话，下地狱了舌头会被拔出来。或者是会有一些地狱会你死后下地狱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不太敢做坏事。对，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性的东西了，我觉得是
我可能给你俩出了一个难题，这个问题确实不是很好回答。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先准备，对，临时问不出来。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多看一些故事啊。就像这个灿叔不是有新的故事书嘛，我们应该看一眼再过来回答灿叔问题。如果灿叔问这个问题前，我有把灿叔的故事看一遍的话，我今天就不会那么尴尬，对不对？会让灿叔特别满意我们的答案。对，一听我的故事。其实说到刚才笨叔说到这个一点，就是我最近写的故事，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了我为什么会写这种类型的故事，其实就是我受了一本书的影响。这本书这个故事，其实刚才茶叔提到了，就是《爱丽丝漫游仙境》，或者叫《爱丽丝奇迹漫游记》，它名字有好几个呢，很多翻译法。对，为什么这本书真的就是这本书？真的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对我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前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当一个小说家，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我该写什么东西。我那时候看的都是比较高大上的，像什么尤利西斯呀，什么托尔斯泰呀，托斯托耶夫斯基这种书，契诃夫啊等等。那个时候我想我要表现这些什么悲天悯人的观念啊，去洞察人性啊等等这种感觉，我会想写这种东西。但其实我感觉我这个人没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其实我很难写出这种很文学性的东西。但是我一直又想写，我又写不出来。我昨天和我老婆聊天的时候，我还和她说，其实我在20几岁的那10来年，我一直没好好的生活，我一直在做梦，我整个人是飘在那块，一直悬浮在那里了。我想做一些事情，但是我没有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事情。我想写这些故事，但是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该写什么故事。我以为我会想写一些比较偏文艺性的文学批判类型的这些东西，但是我根本写不出来这些东西，因为我没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想法。需要狗血的爱情。对，狗血的爱情。对，为什么我的想法发生了转变？可能是因为有孩子之后有变化，然后我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些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在2、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爱丽丝奇迹漫游记》这本书这么有名，我是第一次读。以前我其实基本上没有看过这种童话类型的书。大概的故事大概的故事就是一个小姑娘，她在河岸边坐着，和她姐姐坐的时候，她姐姐在看书，她突然看到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呢，穿了一个背心，她从背心里拿出了一个怀表看了一下，然后呢说：“哎呀，天哪，我要迟到了！”然后突然之间跑到那个树林那边有个洞，兔子洞，跳下去了。然后那个小姑娘叫爱丽丝，主角叫爱丽丝，她就跟着跑过去，她好奇心很强嘛，跟着跑进去，跑到那块就对，她也没细想，就直接跳进去了。跳进去之后，她突然发现这个兔子洞很奇怪，就是我们往下掉的时候，不是应该很快掉下去，但是它掉的过程是特别缓慢的，它也可以边掉边观看四周，然后边掉，然后边想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它进入一个奇幻的世界，这个奇幻的世界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乱七八糟的。其实这个书我看了好几遍了，我到现在我都很难整理出它一条特别清晰的主线，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乱七八糟的，它特别像一个孩子写的故事。就是这个作者很厉害，他是一个成年人，但是他能写出像一个孩子写出的这么一个故事一样。我当时很震惊，因为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发现孩子们的想法和成年人不一样。我说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但突然之间我就想，我好像对这种故事特别喜欢，我好像我能看进去，而且我可以反反复复的看。之前我看那些很高大上的小说也是装的，你知道吗？作为文艺青年都有这种装的感觉，当然不是说完全100%装，我装的成分就是在于我觉得，哎呀，我其实也有这种高深的思想，我其实对这些也很深的洞察等等，但其实我没有。但是呢，我有一个优点，我是觉得我对文字的敏感性特别好，就是我知道文字的美感在哪里，节奏在哪里，我知道这些东西我是学来了，通过看这些书学来了。我从小还喜欢看古文，这些东西都掌握了，但是真正落实到该是什么样的故事在我脑子里会长出来，我会真正喜欢。我到那个时候我一直不知道，直到碰到爱丽丝之后，我看了好多遍，就真的看了好多遍，然后我又看了英文版的，又看了中文版的，
我又听了有声书的，可能10来遍都不下了，但是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故事讲了什么东西，我说不清楚。我只对一开场我很清楚，但后面看的时候我对一些细节我很清楚，但是具体主线是什么我不清楚，因为我觉得主线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梦，一个乱七八糟的孩子的梦。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也可以这样去写，我也可以让这个我的主角就突然之间进入一种乱七八糟的很神奇的梦境。这就回到了我大叔推出来第一个产品这本书里头，就是我以我儿子瑶瑶为主角，推出这么一个故事集，12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以瑶瑶突然之间进入一个虐瑶瑶吗？对，虐瑶瑶，让瑶瑶去各种梦，他突然之间进入一个神奇的梦，遇到一些神奇的事情。其实瑶瑶一点都不喜欢那些故事，我给他读过，他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他被虐啊。对，就是今天你又把我放到哪里了？对，今天你又让我做什么傻事？对。而且其实瑶瑶是有个特点，她就是老人没有带过，就基本是我们自己带的，所以她特别黏我们，她特别不想和我们分离。但是在故事里头，我有时候会让她和我们两个分离。比如说其中有个故事是树叶画，我们出去捡这个树叶做树叶画的时候，他自己在前面走着走着，突然来了一辆高铁，然后里面出现了很多那个树叶人，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乘务员说哎，瑶瑶在吗？啊，你预定的座位什么什么你该来了。然后瑶瑶就上车了，高铁就飞到天上去了。然后这个故事读到这里他就受不了了，为什么让我离开你们？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这个故事我是觉得这种类型的故事，就是我突然之间觉得这就是我想写的，可能我以后还会写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故事。之前在大叔的频道我也写就是临时讲了几个这种睡前故事，也是这种无厘头的乱七八糟的，就像一个孩子的梦这种东西。所以这个就让我突然之间打开了我整个思想想法，我不再受限于自己所谓这个文青的这个状态，而是真正的我进入了故事的本质，让我明白故事是什么东西。故事就是一个个的梦，这种梦的话，假如不只是能愉悦我自己，让我自己喜欢，也能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会觉得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已经达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叔让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我的梦想。这个问题其实是我给自己准备的。知道比较好回答。我们两个答不出来的。对，我知道。怪不得你让我们蜻蜓点水的说一下，因为我需要重点说呀，我需要说很多。你要对，好 OK。那到时候把我们2个部分剪掉就好。那不是留你的就好。下一个问题好，来Ben叔问一个肤浅的问题。对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频道里就是给大家看大叔的一面，成熟的一面。但是我想问问2位大叔，有没有生活中有没有比较童心的一面？可能会做一点可能不符合我们年龄的稍微有点幼稚的事情。这个太多了吧？我是很多了。幼稚的事情的表情好像是一个也想不出来，然后灿叔说不是对，你看我们2个个性就差很多，对不对？所以灿叔你先讲一下，我来厘清一下什么叫幼稚的行为。比如可能我会有时候买一些这个小的那个小玩具啊，可能那个那个小黄人啊，那个小模型啊，可能会买一点那个。你是说真的Ben叔，你是说真的你会买那些东西？现在还会常常买，但是可能突然看到一个挺可爱的那种小的手办呢，我就可能想买一下这样。好，或者是好来，你们有没有？灿叔来，这个也很多了吧？我其实觉得真的，首先就是我可能本来内心深处也是一个保有童真的人这一点可能毋庸置疑啊。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在瑶瑶在小的时候，她比较内向一些，我基本上为了引导她去这个和小朋友玩，我是做孩子头的，我会带着孩子们一起玩。然后甚至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老婆他们和一些全国的网友，就是那些妈妈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年龄和瑶瑶差不多大嘛，都会去面基。
当时到了那个武汉那块面基的时候，小朋友可能有10几个，然后我一个人带着他们玩。你跟他们过家家吗？就是对，我不是我就感觉在那一个瞬间，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不是过家家，但是类似于你怎么和他们玩，通过这种怎么玩，带他们进入一些世界里头。这个说起来很奇怪，但是就是因为孩子们会把现实和这个梦幻混在一块儿。你就说直接说，哎，我们现在是怎么样了？我们现在比如说下雨了，现在下雨了，对啊，可以这种，对，现在的小朋友跟着我一起来，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啊？大家快趴下啊，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大黄狗啊，然后我们怎么把它弄走呢之类。然后甚至玩到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当时住了一个民宿，那个民宿老板说，哎，那个人是谁？怎么这么厉害？和孩子们玩的这么好？就是我有时候有这个状态，就是但是现在慢慢孩子长大了之后，这个状态变少。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有了孩子之后，确实让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孩子的成分。但是有时候一想到自己年纪，又会觉得很奇怪。你明明都快40岁了，为什么有些行为方式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还可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就是让我突然之间想到这个时候，我会很错愕。我觉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你跟孩子一起的时候，我理解，那肯定你要带他们一起玩嘛。那你自己呢？自己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你事后想想，哎呀，我怎么会做这么幼稚的事情，或者这么孩子的事情？这种孩子气的事情，我比较少。我真一个很理性的人，除了和孩子在一起之外。我很少就是这种盲目消费，很少。因为Ben叔这样问他自己，一定就是他是这样的经历，对啊，所以Ben叔没有，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我没有准备答案，所以我刚开始就告诉你们买个手办，就想着后面你们不会再问我。哦，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比较像小孩子那样的习惯或举动，比较没有。但是我真的一直觉得我是小孩子，内心啊，一直觉得是小孩子，就是说，很多事情会觉得，比如说用一些比较幼稚的想法先去想，比如我会觉得说，今天可不可以早上吃一点比较小孩子的东西啊，巧克力啦，还是零食啦，会，然后早想买软糖就是那个孩子的那个。对，就是会想吃一点小时候童年很想吃的东西，会怀念，然后但是现在又觉得自己年纪如果吃着那种巧克力，好像人家会笑你那种感觉。但是有时候心里就会觉得，我早餐是不是可以吃点那样的小点心，然后怀念小时候那样的生活跟味道。其实现在很多都是想而已，比如说我小时候很喜欢跟动物玩，我小时候养很多动物，鸭啦、狗啦、猫啦都有。对，所以现在就是你会特别想要有那样的冲动，就是我希望能够跟一只狗或一只猫玩一天啊，然后正事都不用做，不用工作，然后我可以这样玩一天，然后抛弃所有的社会责任。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就是个孩子，就是我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对，就是跟狗一起玩，然后什么都不用管，然后不希望像大人一样承担这么多的期望、社会责任。对，因为我觉得当人有时候很辛苦啦，就是社会给你责任，当大人很辛苦。对，对，当大人我觉得当大人非常辛苦，就是父母给你压力，你一定要工作，然后一定要赚大钱，一定要什么，要成为国家的栋梁，然后公司也会给你压力，要业绩要到什么什么水平，然后可能你的伴侣、朋友都会给你压力，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当大人真的非常辛苦。有时候如果像个小孩子一样，你不用承担那么多责任，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你想要跟谁玩就跟谁玩，那种感觉其实是蛮好的。想生气就生气，想撒娇就撒娇。对，有时候我心里觉得自己是住了一个小孩子，有时候会想撒娇或者是任性。对，可是通常就当最后
其实到最后其实都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是大人了，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去表现出这样的心情跟态度了。对，所以当大人有时候很无奈，就是说你又其实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你几岁了还在那边装可爱就是有时候装可爱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有时候其实是蛮欣赏那种完全不在乎世俗眼光的人。的确是有这样的人，我觉得这种人都特别勇敢，而且很不容易。对，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想当这样的人，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比如说我去公园觉得天气热，我想要打滚对，小孩子打滚你不会去骂他，很可爱啊，对不对？但是如果大人在那边打滚，那说你在干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其实年纪越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有时候看到那个公园里的滑梯，就是内心我其实很想上去滑一下，但是感觉世俗眼光肯定那个对不敢上去啊。但想大人玩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地方适合去这样去做，就是在水里头。水里头其实相对会比较自由。我记得上次我们去成都的那个地方，一个叫洲际酒店，它里面是有很大的游乐设施的，水上游乐设施，然后就里头有一圈这样可以漂流，它是很慢的，对，而且可能只有1.3米这么高。当时你有孩子就不是因为有孩子的原因，当时瑶瑶自己一个人做一个上面的一个游泳圈一样的东西，我和她妈妈坐在上面，然后后来就我掉下去了，就是不小心掉下去了，掉下去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就反复的故意跳下去，然后的爬上来的时候其实很难的，会掀起很多水。但你在那一个瞬间会觉得不丢人，大家会觉得都好玩嘛，没有任何关系。跟着孩子肯定的，就是不是和孩子没有关系，瑶瑶已经在前头了。就是我跟茶叔我们自己去水上乐园玩就很奇怪吧？不会奇怪，在水上乐园玩反倒会觉得很自由，真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真的。你可以试一下下回。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当大人有时候很多束缚啦，会有。其实我觉得我不晓得为什么人要给这个社会这么多的规矩，就是说大人一定要像这个样子，不然你就不像大人。然后你一定要照这样做像我父母就是说，为什么不结婚呢？结婚才会有什么，才会什么后代啊，才会香火才会延续什么，就是这种很多社会责任，我不在意，我可以抛去。可是对有些人来讲，他就是这个价值观永远在他的脑子里面操纵着他的人生。然后他要用这样的意识形态去操纵别人的人生。对，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大人要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战争吧，很多战争的引起其实就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想法而已。因为对仇恨，因为下一代他本来没有下一代的这些人没有这些仇恨啊，那为什么我们人要把上一代的这种仇恨或怨恨，或者是这种以往的过节传递给下一代，然后让下一代继续承受这样的一切，然后影响他的生活，再去跟另外一批人去对立，而其实他们的人生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包袱在。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多这种传递跟传承不好的部分，其实都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被这些东西操弄或者是控制，为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生活跟人生。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很佩服那种很愿意走出这种意识形态或生活上包袱的人，他勇于抛弃这一切，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就很羡慕而且很佩服这样的人。对，这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其实说实话，说到孩子，就是当然有本书说的孩子气，说到孩子气的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孩子他其实很弱小，他也在经受很多世界带给他很多压力，他其实是很孤立无援的。因为为什么有一句话就是人长大一辈子，就长大之后一直在治愈自己的童年。其实真的这个事情，我今天中午就是发生一个事情，让我就是内心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今天中午的时候，瑶瑶要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然后他妈妈着急了，说了他。哦，就为什么呢？就因为
灿嫂就前一阵子住院了嘛，她其实是想到自己身体不舒服了，她就担心孩子不好好吃饭，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大人会把自己带入孩子，然后就做很多担心。对，然后紧接着其实是后面的时候，就是因为今天其实我瑶瑶的暑假作业全部已经做完了，本来可以玩了，但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东西，比如说他有点魔方的作业要拧多少把等等，还有一个数学的小问题要做。瑶瑶妈妈那会儿时候可能还没从情绪里出来，然后他在上面整理那些东西的时候，就问瑶瑶下午有什么安排，怎么去做。瑶瑶那个时候呢，就有点好像可能畏惧他妈妈的一个情绪，然后回答的时候怯怯懦懦害怕，然后后来就说那我先去做这些魔方或者作业，然后他妈妈整个人就崩掉了。为什么会崩掉呢？他会觉得他给瑶瑶带来太多压力，他其实希望瑶瑶就是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直接说出来，而不是说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这么一个事情。为什么后来就是他都是情绪崩掉了，然后我上去安慰了一下他，然后后来我和瑶瑶下来和瑶瑶说，我说妈妈为什么是这个状态，因为我最近刚好看了一本书，就说假如我的父母读过这本书的话，我看了其实刚好就是对应这个东西，就是对，瑶瑶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她小的时候她有任何的需求都是不会得到满足的，都会直接父母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对，所以他带入了瑶瑶，会觉得我不希望瑶瑶也像我一样，我不希望自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一旦瑶瑶表现像自己那个状态，他会觉得自己做的特别特别不好，他会特别特别难受，他就崩掉了。然后和瑶瑶说这个其实是因为妈妈想到自己小时候，所以其实这些问题，其实你说是小时候，其实很小的事情，很久远的30多年前的事情，到现在还有这么大的影响。甚至还在代际传递到下一代这个状态上。我是觉得人可能这个童年不只有美好的，也有很多压力阴影的东西。其实阴影，哎，真是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怪我。对，可是这个那是很俗的问题。对，不是这个真的，我觉得灿叔讲这个是很深刻的事情，就是很多现代的父母不希望再用上一代的教育方式，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当好父母。对，可是这个其实又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小孩的一些反应会让你，比如说小孩说谎，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给小孩这个压力到他要去说谎，或者是为什么老师会给他这种压力？你为什么不能够坦白的告诉我什么？但是中国的父母是很传统的，就是说谎就不对，我要骂你，我要打你。对，很少有父母会去思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其实有时候会造成小孩的一个阴影存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如履薄冰哦，真的很不容易。对，好 ，OK， 所以我的感想就是，就是这是啥？是什么？等一下要配乌鸦飞过去，乌鸦要出场了。感想就是感觉我们看到的东西都这个很有点严肃，有点沉重，太成人的世界。所以偶尔的话，可以看一看那个童话故事啊，就是充满童心的这样的故事。像蔡叔姐的故事就很治愈，我觉得。对，就是感觉可以，好像那个一个爸爸在讲睡前故事，就是经历了一天的那个成人世界的腥风血雨，晚上可以正好学中文嘛，读一些简单一点的，这个让自己童心呼唤一下童心的故事，我觉得是蛮好的。而且我觉得父母亲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陪小孩，对。因为我的童年就是我父母都在忙工作，他没有很少陪我，然后你不要说睡前故事了，就是我可能小时候3餐都要自己去张罗，所以睡前故事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过睡前故事，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各位同学是父母的话，晚上能够跟小孩相处，真的说睡前故事也好，然后跟小孩睡在一起也好，真的要去珍惜那个时间。那如果你
真的不会讲睡前故事哦，可以买灿叔的书，就把它当我们的软广告已经变成硬广了。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童年真的会给一个人很大的影响，会，所以真的，对，所以陪伴的父母亲或者是老师们，真的要多点耐心，然后感同身受一点。是，这个其实就回应了我之前说我想写的故事这个状态。今天既然已经做广告，就做到底，就做到底。我们都不这集可以放吗？你们觉得这集直接可以这样放吗？可以的，可以的。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真的可能是因为，就像今天聊的这些话题，就是我们很多童年的一些东西带给我们其实很深的影响。我觉得父母的对孩子的陪伴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就像你查出的能睡在一起。或者聊聊天陪玩，或者讲睡前故事，其实这个就是我现在想做的一些系列的东西，就是我想写一些真的是这种睡前故事，带有梦幻色彩的这些睡前故事。对，就是大家不止学习中文，也可以教自己孩子学习中文，真的是这个样子。对，而且这些东西真的是，因为它本来我可以说就是我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大家可能就没有这种东西，可能在一般的这种教材里也得不到这些东西。但是能真正让你的孩子也和你共同拥有一个梦的感觉吧，你们俩共享一个梦，共同进入一个梦，这个梦境在现实中得不到，但是通过这个你们能进去，然后你们有了一个共同的体验，甚至以后有一个共同的回忆。我觉得这就像以前我们有些人小时候了，不是我们啊，有些人小时候父母给他读这个《西游记》，那他就变成了他和他父母共同的回忆。我觉得这东西反倒真的是很珍贵的，不只是书而已，这种共同的回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我觉得从那个语言学习的角度了，然后教材的话，主要是每一个对话都是服务于教的那几个语法点和生词，就是学的东西其实蛮散的。然后看故事的话，特别是这种简单一点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把这些学过的知识点啊都放在一起。怎么样去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描述？我觉得读故事也是好的那个。对，而且我觉得读故事更不一样的地方是，也可以训练小孩子的逻辑能力，还有问答能力。比如说，你可以问孩子说：“哎，为什么瑶瑶会被火车载走？”那如果是你会害怕吗？就是我觉得故事比较容易提出问题来，然后跟小孩子做互动，所以我觉得会单纯比学语法或单词好。所以瑶瑶被载到哪里了？被火车拉到哪里？你可以买你要自己看一下我有看哦，我那集我有看到哦，我有看。对，瑶瑶被拐卖吗？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虽然我们都在做那个置入性行销啦，置入性行销，但是真的，其实我们大叔们是觉得父母真的要把握跟孩子相处的机会，10几年真的一下就过了，小孩一下就长大了，所以你在小孩子的心中是留下怎么样的形象？你们有没有共同喜欢的故事？有没有曾经几个夜晚你们聊着故事开开心心的笑了？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其实对你对孩子来说都是非常珍贵而且很重要的。对，所以一定要买灿叔的书。今天我们的广告打完了，谢谢大家。那我来问一题吧，简单的一题。好，这题就是请告诉大家，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有自信的人？这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什么问题？好，我所谓的自信就是做什么事情你是不用怕别人的眼光的，你觉得你能够掌控的。其实掌控感是很重要的。对，好，那灿叔来。我当然你们能看到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啊，但我觉得这个状态也是在变化。我以前没有那么有自信，但是我觉得这个自信这个东西来源在哪里呢？就是来源你做很多事情的不断的一个成就反馈，发现你做这个事情其实能做出你想要得到那种状态，
然后外面的这个环境、一些人啊等等给你的反馈是好的，让你觉得，诶，我是能做成这些事情的。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其实相对而言对自己还是比较相信的，觉得自己是能做出一些事情的。我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感的，而且有掌控感的，所以这能确实带给我一些源源不断的力量。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想到一个办法去做，然后推行之后发现，诶，怎么收效甚微？在那个瞬间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情绪有点低落下来，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是有力量让我想，诶，马上再想另外一个办法，我们换一条路走一走，可能会更好。这个时候我就能把事情往前再继续推进。所以我觉得我是现阶段我是一个挺有自信的人，而且我相信我能把事情做好。简单。对啊，对，而且我觉得自信心真的要从解决问题中培养。对，因为我觉得不晓得，我觉得我们传统的这种求学的生涯中，其实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解决问题的能力。对，都是考试、读书考试，然后考上好学校。所有的灌输都是这样的想法而已。所以我觉得特别对我们这个中国人来说，自信心是特别少的，因为你没有去解决问题，你不会产生成就感，你也没有训练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自信心就会越来越少，甚至薄弱到很可怜的地步，你会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事情，会甚至觉得自卑。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都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中国人好像就是比较低人一等。我觉得当然现代中国强大了，好多了。我觉得我们上一辈或上上辈的这种自卑感真的蛮强的。对，所以自信心，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真的要把它壮大起来，就多多的学习去解决生活上的问题，然后也要肯定自己的文化特色。对，我觉得这会很有帮助。那Ben叔呢？ Ben叔，你是有个自信心的人吗？我总体上不是有自信的人。我一般都尝试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悲观一点，我会觉得那个做不好。但是但自信能通过就是你反复的重复练习，然后培养经验里边慢慢的获得嘛。所以在教中文方面，因为我觉得教中文我肯定是自信的，因为教过14年了，面对那么多不同背景的学生，然后你一样的内容，你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学习别的老师的方法，就是教中文的时候，我是觉得自己有掌控力的，包括自己做那个 APP 的内容。也是中文相关的，所以在我熟悉的领域内我是自信的。但是做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自己就是，比如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老师问哪个同学愿意上来，就是有没有一个同学上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发言一下、总结一下你的经历啊？这种时刻我是不会上去的。我是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一个完美的稿子，然后尽量能够脱稿，把这个稿背下来，然后上去再去讲。那你要临时的让我上去发言啊，或者是让我做一个事情，我自己不是有自信的人，我必须我准备的特别多才能培养自信。这个正常。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盲盒问题好像都比较严肃，对不对？那不过呢，同学们，你们可以想一想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自信的人，或者是你的童年，你是不是有童真的人？我觉得有的人特别有童真，然后他会用比较开心、开朗的角度来看事情。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你真的很幸运对，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置入性行销，别忘了要买大书小店的产品我们要多多行销啦，我们靠这个吃饭嘛，对不对？对。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播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